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的眼睛，肯定地说：“你来看过我99次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魏无羡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能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总不能是江澄说的。江澄虽然知道他回国过，但是不知道他回国的次数。这件事情谁也不知道，蓝湛又是怎么知道的？蓝忘机的声音带着很浓的情绪，他从床上坐起来，把魏无羡也拉了起来。黑色的睡衣显得这个人越发的清瘦。想起昨天魏无羡说的话，蓝忘机才知道为什么他身体不好了。1000多天，99次，1000多公里，那么久的飞机，平均10天半个月一次，而且一次都没告诉他。他在国外的公司还没稳定，又是加班又是应酬，还要来回跑。想到这里，蓝忘机气得没脾气，看着魏无羡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，心里那股气更旺了。蓝忘机声音可以听出来有些怒气，他说：“抬头。”魏无羡微微低着头没动，心里正在琢磨着怎么办才好，压根就没听出来蓝忘机已经有些生气了。蓝忘机道：“魏婴，抬头。”魏无羡猛然抬起头，就被蓝忘机扣着下巴，温热的唇直接就吻了上来。魏无羡睁大了眼睛，感受着唇上的触感，蓝忘机只是亲了一下就离开了。他额头抵着魏无羡的额头，他说：“是你昨天告诉我的。”魏无羡喃喃道：“我烧糊涂了。”他敢保证昨天就是他烧糊涂了，如果他不是烧糊涂了，他是不会把这件事情跟蓝忘机说的。蓝忘机看着他迷茫的样子，说道：“你放下心结，好吗？你别那么难过。”一大早上的冲击力对魏无羡来说确实有点大，先是藏在心里面的秘密被蓝忘机发现，又是今天的这个淡淡的吻，都让魏无羡有些措手不及。他点了点头，应道：“好。”蓝忘机蹭了一下魏无羡的脸，然后下去洗漱。魏无羡坐在床上缓了一会，到底是没忍住，弯着眼睛笑了起来。过了一会，蓝忘机在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换了一身衣服。魏无羡发现了蓝忘机在家的时候就喜欢穿休闲装，宽松版的。蓝忘机进来的时候，魏无羡还在笑着，弯起的眉眼带着肉眼看见的愉悦和开心，那双桃花眼带着光。魏无羡趴在床上翘着脚玩，一手托着自己的脸，一看见蓝忘机进来，他歪着头笑着更欢了。他指了指蓝忘机身上的衣服，说道：“这显得你好嫩呐，你这样我觉得我年纪可大了。”“可不是吗？蓝湛小他4岁呢。”蓝忘机走了过来，手里还拿着一张卡，直接就放在了魏无羡的手里面。魏无羡挑了一下眉，看了看手里的卡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给他一张银行卡干什么？”蓝忘机道：“卡里有500万。”魏无羡笑得更欢了：“干嘛？包我呀？”蓝忘机有些无奈，说：“是给你的，3年前回国的机票钱。”魏无羡一听，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得更欢了：“哈哈哈哈哈！蓝湛，你居然给我机票钱！”蓝忘机皱了皱眉，道：“机票好多钱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是啊，可是我那个时候有钱。”蓝忘机嗯了一声。魏无羡把卡放在手里，他张开胳膊，说道：“抱一下。”蓝忘机走过去就把魏无羡抱了起来。魏无羡太瘦了，蓝忘机一抱就抱起来了。魏无羡把腿盘在蓝忘机的腰上，手搭在蓝忘机的肩膀上，他低下头，低头就吻在了蓝忘机的唇上。蓝忘机怕他摔下去，只能拖着他。魏无羡嘴角都是弯着的，他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，嘴角都是甜的。魏无羡闭着眼睛亲了一会，他说：“我收下了。”“我也收下了。”蓝忘机又吻了一下魏无羡，轻声道：“是你的。”魏无羡的眼睛又弯了起来。魏无羡这几天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没有去公司，这不是刚刚好的差不多了，他就要去公司上班。蓝忘机不让去，魏无羡就说：“别了吧，小蓝总，我们2个公司之间还有合作呢呀，黑纸白字签得清清楚楚，我不去上班就亏了。”蓝忘机抓住魏无羡的手，他说：“无妨。”魏无羡笑着说：“这亏的不是一点半点啦，所以不行，你不心疼我心疼。”蓝忘机到底是说不过魏无羡，只能依了魏无羡。第二天，魏无羡就美滋滋的上班去了。上班还是要穿西装，魏无羡这几天在家穿的休闲衣服穿的舒服，再忽然穿上西装，感觉死死板板的，格外的不舒服。蓝忘机中午的时候没法来魏无羡公司，
但是实在是忍不住惦记着魏无羡那金贵的胃，只能发微信提醒魏无羡今天改吃什么饭。魏无羡回道：好啦好啦，我知道了。然后又拍照片给他看，蓝忘机这才勉强放下了心。他的公司最近在和金氏的公司谈合同，主要也是金氏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，说魏氏集团和蓝氏已经是合作关系，金氏集团坐不住，但是不敢和蓝忘机谈合同，只能找魏无羡了。柿子要挑软的捏不是吗？正好金氏那里有些东西是魏无羡一直想要的，所以魏无羡才答应和金氏谈合作。金光善坐在魏无羡对面，对着魏无羡说：相信魏总已经知道了，不如我们两家合作，你想要的东西我自然会给你。魏无羡笑了笑，眉眼似乎带着些不屑，他说：这样啊，可以呀，那不如我们晚上一起吃个饭。金光善说道：好好好，位置你定。魏无羡眉眼愈发的冷淡，说道：可以。他看不惯金家这个老狐狸很久了，他之前就查到了，金家总是在有意无意的打压蓝氏，尤其是蓝忘机上位后，正好今天一起解决了吧，总得给家里的小男朋友摆平一道路吧。蓝忘机一下班就给魏无羡发了信息：下班嘛，我去接你。魏无羡秒回：我今天不回去吃了，应酬。蓝忘机皱了皱眉，当初是怎么和自己说的？不应酬，不喝酒，不吃辣。不行，推了，你的胃不能喝酒。魏无羡道：这不行啊，我今天和金光善谈合同的事，你别担心，我不喝酒。蓝忘机一听金光善脸色一下子就不好了，眼神一下子就冷了下来。金光善这几年野心勃勃，蓝忘机和蓝曦臣心里清楚，只不过金光善没有露出明显的把柄而已。而且根据蓝忘机的调查，金光善有些不为人知的癖好，蓝忘机心里有些慌，他回道：在哪个地方？给我一个地址，我去接你。魏无羡道：我自己能解决，你信吗？蓝忘机道：不信。魏婴，给我地址。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，我现在已经很生气了。魏婴。魏无羡一听蓝忘机生气了，一下子就怂了，直接把地址甩过去了。蓝忘机回他2个字：等我。魏无羡怕蓝忘机来得太早了，他事情办不完，就给他说了句：别来太快，让我把事情做完。蓝忘机怎么可能听他的，直接拿着车钥匙走了。有些脏东西不得不收拾。魏无羡这顿饭吃的一点胃口都没有，因为没有魏无羡爱吃的。魏无羡最喜欢吃蓝忘机做的饭，近几日他的胃口都被蓝忘机养刁了。金光善看着魏无羡面前放着的茶水，眼里闪过一丝金光：魏总，不和我们喝一杯？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？魏无羡笑得冷漠，他说：不好意思啊，金总，我这胃口不好，不能喝酒了，还请金总见谅。